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被五花八门的护肤品广告给唬到过吗？比如说号称无防腐剂的超级温和的配方，比如说经过临床验证的超厉害的功效，比如说可以吸附脏东西的神奇面膜，比如说涂了抗氧化精华的苹果，即使切开之后也不再发锈。这些广告有没有听到看到你就想掏腰包呢？今天这一期咱不指名道姓，只拆解套路，带大家看看那些意想不到的护肤品广告里面有多少忽悠人的手段。咱们直奔主题，这些唬人的护肤品广告里面有两大套路：一、文字游戏；二、伪科学实验。下面我们就分门别类的一个一个举例来说。先说又隐蔽又高级的，从20年前一直唬人唬到今天的文字游戏。一、无防腐剂配方。这个标识可以说是护肤界源远流长、受众最广的王牌标识之一。尤其是对于敏感肌来说，他们基本上只有看见这个标识才敢买这个产品。那在解释它为什么是文字游戏之前，我先来给大家说几条有关法规上面的数据。不管是从中国大陆、从台湾，还是从欧盟、美国等等，他们的法规其实都规定了防腐剂的一个清单。按照中国大陆的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里面规定了51种防腐剂的成分。按照台湾的化妆品防腐剂名称及使用限制表中规定了57种防腐剂，而欧盟的防腐剂列表中规定了61种防腐剂。所以你发现了吗？等于说官方法规它规定了一个圈子，只有在这个圈子里面的成分它叫做防腐剂。那在这个圈子之外，难道没有防腐功能、抑菌功能的成分了吗？那怎么可能呢？那么文字游戏就来了，只要我使用了没在这个防腐剂列表中间的成分，但是它具有防腐功能的话，我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宣传我是无防腐剂配方。但是你说这个配方里就没有防腐成分了吗？不是，配方里面一定要添加防腐成分。如果配方里不添加任何的防腐成分，那我们的护肤品就是一个细菌的培养基。可以在这些无防腐配方中用的防腐成分其实有很多，典型的比如说对羟基苯乙酮、1,2己二醇、辛甘醇、戊二醇、丙二醇等等等等。那这些成分呢，它们的本质工作其实是保湿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膜，从而起到防腐的作用。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干着防腐剂的活，但是又不用背负防腐剂的刺激性骂名。于是商家就特别聪明的把它们拿来作为防腐体系，咱们的产品就可以宣传无防腐剂配方了。这就是这个文字游戏最高明的一点，因为它一切都合法规，都不违法。但其实把防腐剂替换成这些成分之后，它还是有一个小缺点的，就是它的防腐能力会降低。本来说用传统防腐剂可能我们能保5年不变质，但是现在呢可能只能保3年不变质，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无防腐配方它的保质期会稍微短一点。但是消费者不在意啊，他更觉得这个保质期短的就代表它更天然更安全，所以商家就等于牺牲了一点点保质期的时间，但是换来的是更大的受众人群。这里呢我还想说2条个人观点。第一，就是传统防腐剂其实它也不一定就有刺激性，很多传统防腐剂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它也是非常温和非常安全的，敏感肌也是依然可以用的。而这些没有在防腐剂列表中的所谓的新型防腐剂，其实它也不一定就温和。有很多多元醇类的本来是保湿剂，现在拿来当防腐剂用的这些成分，如果加的量大了，它反而会有皮肤灼热的副作用。所以说其实是不是传统防腐剂跟是不是温和、是不是敏感肌可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说到这儿呢，那肯定有人问，那到底什么防腐剂好？我在这儿呢，我不能说哪一种防腐剂就一定好，因为脱离剂量谈毒性都是扯淡。
一个配方的防腐体系做得好不好，不取决于它加了哪一种防腐剂，而在于它加了哪几种，它怎么搭配的，每一种都如何去卡到那个安全且有功效的剂量区间。所以对于无防腐剂产品呢，大家呢理性看待，它只是一种宣传用语，它并不代表产品的功效就好，温和度就高，甚至也不能代表敏感肌用了一定不过敏。当然，这个世界上也有不需要防腐剂的产品，那就是干粉。2、高精纯成分。这个宣传用语可以说是成分党崛起之后用来降维打击的一个标准宣传用语了。他们会在化妆品广告里面标识我使用了99%高纯度的某成分，或者98.5%，总之就是你看到这个数字特别高。这种宣传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句句都是实话，一句假话都没有说。他们可能也确实使用了杂质含量很低、纯度很高的原料，但是当这个数字打在屏幕上，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就会在脑子里面自动的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单位，也就是含量。你就会觉得它加的好多呀，但是纯度等于含量吗？不等于。举个例子说，我有一个糖块，这个糖块里面100%是蔗糖，但是当我把这个糖块扔到一个浴缸里，你觉得这个水甜吗？你觉得这个水的糖的浓度高吗？不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高精纯成分在这儿它是一个文字游戏的原因。这种类型的宣传用语特别容易出现在成分党品牌，或者是标榜自己属于功效型品牌的精华或者面霜里面。比如说烟酰胺吧，它的起效添加量其实是5%左右，就是非常高的一个浓度了。但是如果我去宣传我加了5%的烟酰胺，你肯定不觉得多。但是如果我说加了99%高纯度的烟酰胺，即使我这个烟酰胺精华里面只加了0.5%，你也觉得多。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数字的时候，我们先冷静，先捂紧钱包，看一看它到底是纯度还是含量，再做决定。3、不加水的高浓度原液配方。常见的化妆品配方，绝大部分配方表的第一位写的都是水，因为化妆品配方表按照法规，它需要按照浓度的从高到低去排列。那水加的多，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写在第一位了。于是呢，商家就把排在第一位的水给它换成了某某提取物、某某滤液，或者是某某原汁儿，等等。来标榜自己更浓缩、更像原液、更有精华。比如说90%的修护精粹无水配方，比如说88%的二裂酵母替代水，比如说用80%的本草原液做成的爽肤水。这些宣传用语摆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商家真的是诚意满满，他是下了血本，这个产品一定很有功效。我说结论全是营销。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你去外面牛肉面馆吃一碗面，饭馆老板跟你说，我用的这个牛肉面里面的高汤，那都是100%的原汁高汤，没有加一滴水。你细品一下，难道说这个高汤在熬的时候也没加水吗？它难道不是一大锅水倒进去煮的吗？那护肤品里面的无水配方也好，这个原液配方也好，其实跟这个就是异曲同工。它做这个配方，最终这个产品混合的时候没有额外往里加水，它的水是提前加在这个原料里面的。也就是说，这个叫做某某滤液、某某原汁、某某提取物的原料，在注册的时候，水就已经预先加在里面了。这里面的商业机密就在于它在原料这块多走了一步。所以说这个无水配方是什么？不是真的不含水，而是这个配方表里头没写水。这种文字游戏呢，最常出现在2个产品的品类，一个是爽肤水，一个是精华。4、本品已经过临床测试验证。很多产品呢都喜欢在自己的主页里面大字写道，经过临床测试验证，我们的产品1晚修护2周淡纹。有的呢还有特别震撼的数据，比如说100%的用户认同产品有紧致效果，听着是不是特别像医学报告，让人感觉特别安全、特别靠谱？但是在这儿，我想说，它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呢，护肤品里面的临床测试跟医学药学里面的临床测试完全是2样东西。
在医学界，如果你有一个新药要上市，一个疫苗要上市，那它会经过极其严苛的多期临床测试，每一期临床测试都得按需求，然后招募足够的人，然后有非常不错的数据进行双盲实验，最后得出来的结果是有效的才能上市。有时候呢，参与的人数可能高达上万人，经历的年限可能多达数年到10年以上，才能得到这个验证的结果。但是化妆品呢，讲真，在国际上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法规来规定化妆品的临床测试究竟应该怎么做。所以说，只要品牌方花钱找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验证机构，招募几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做一个测试或者做一个问卷，得到的这个报告，它也能叫做临床测试报告。说点极端的，有些品牌它可能一个功效，它只找了5个人来测试，只要这5个人都觉得有效，它就敢宣传100%的受试者认证有效。你说数据是真的吗？也是真的。但是它的真的放到你的脸上，也真的会发生一样的效果吗？那就不一定了。除了规模和方法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护肤品临床测试都没有设置对照组。他们大部分呢都是一拨人，然后他去使用一个产品，然后你使用之前和使用之后做一个对比，只要有改善就说产品有效。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比较规范的医学实验，或者说一个科学类的实验，它都要去设置一个安慰剂组，就是同样的一拨人在同样的条件和时间段下，使用没有相关功效的空白产品，从而去规避人的心理因素造成的皮肤变化。但是当一个测试它没有安慰剂对照组的时候，你就无法去说它到底是这帮人觉得用完了很愉悦，所以皮肤变好了，还是说这个产品是真的有效。所以说，如果大家再看到临床测试这几个字，先别着急信，我们去看一看在它的护肤品的这个宣传广告页面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小字，就是这个临床测试它是怎么做的，找哪儿做的，它的报告编号是什么。如果有报告编号，我们可以通过检测中心的相关的这个报告查询系统去看到它的这个临床测试到底是有没有安慰剂组，到底是用了几个人，用了什么人去做的。总结一下，如果你看到产品经过临床验证测试这类的文字游戏一出现，你就记住2点：一，护肤品的临床测试跟医学的临床测试不是一码事儿；二，你需要去看它有没有真实的报告，它的报告究竟用什么样的方法和规模来做的。5，安全到可以吃的化妆品。这一句话可以说在母婴产品和敏感肌产品里面相当泛滥。很多品牌呢，为了标榜自己天然温和、非常安全，就去说它是食品级的配方，或者使用了食品级的原料。甚至有些创始人在带货的时候，现场在直播间给你喝一瓶精华。那在这儿呢，我想说，看到这种宣传，先别信，因为不管从科学上还是从法规上来说，食品跟化妆品它就完全是2码事儿。而且它们之间不能跨界替换，也不存在谁高谁低的关系。首先，能吃不等于抹脸也安全。举个例子来说，辣椒，这很多人特别能吃辣的，把这个一锅这个辣椒红油喝下去也没事吧？你把这辣椒油抹脸上试试。说一个更接近护肤品的 VC 是一个精华里面的常见成分，我们喝的泡腾片饮料也有 VC。一个泡腾片2克的 VC， 喝1瓶到肚子里没有任何问题。那这2克的 VC 你用到脸上试试，看你不脱皮、不灼热、不红肿痛吗？所以说吃的安全，它就不等于抹起来也安全。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抹着安全也不等于吃着就安全。很多护肤品原料它也是根本加不到食品里面去的。虽然说在某些比如说毒素的限定量方面，可能食品比化妆品要求的更严格一点，但是对于很多更关键的指标，比如说微生物限量这一点，化妆品比食品更严格。比如说一个精华的细菌总数限量可能在1000 CFU 每克以下，但是一个食品呢，10万 CFU 每克以下就算合格。所以说你从这个指标来看的话，达到了食品安全，它能等于护肤品更温和、更安全、更可靠吗？
以后呢，大家再看到安全到可以吃的护肤品这句话，大家笑一笑就得了，别当真。OK， 今天我们聊了5条文字游戏。当然了，这个市场里面的广告并不是说都是假的，也有良心商家。所以如果你觉得不能判断你看到的这个宣传用语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欢迎在会员贴吧区向我提问，我会帮大家看，给大家解答。下期我们再说一说另外一种形式的护肤品广告骗术——伪科学实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订阅、加入我的会员频道。